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 KO 的产品——开路先锋。首先，简单的来看一下外观。在外观方面的话呢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它的这个漆面呢，比起官方的版本呢，稍微要浅到了一点点。然后它漆上色的这个颗粒呢，也稍微粗了一点。在视频里面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明显的感觉啊？官方的这个漆面呢，还是要细一点，但是这里呢，好像有点橘皮的感觉。然后这一款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在顶盖这里呢是有缩胶的情况。然后官方这里是没有的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一点点的来看吧。然后它在零件的边缘处理的地方呢，这里好像不是太平整，然后这里官方的这里呢，它分的比较的清晰的。然后玻璃的透明件透明件可能这个用的这个料子也会差一点。然后在漆盖的地方呢，其实电镀零件都还是大同小异差不多的。然后是底盘这里可以看到，它这一款呢是加了大量的合金零件，手感要比这个要沉很多。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半左右吧。等一下我给大家每一个量一下。然后呢，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是加了金属零件。然后腿部这里，其实漆的颜色大体上是相同的，就是车顶那里有点缩胶。轮毂的部分呢，其实它开模开的还是挺细的，但是呢，轮毂黑色的漆面车胎的部分呢，又显得稍微亮了一点。这款官方这里要暗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上秤了，看一下吧。官方原版呢是198克，然后这一款呢是到了294克，相当于多了100克的铁出来。X Transport 的版本呢是332克 ，FT 的版本是来到了440克。所以说呢 ，FT 是这几款当中呢最沉的一个。这次 KO 的版本呢，它的重量呢跟叉色呢是差不多的，那 FT 最沉，比它们两个都重了100克，然后这两个呢又比官方原版的重到了100克。其实重了这100克，我个人觉得呢，当时的官方的这个开路先锋拿到手的时候呢，它这个重量其实你也可以说合适吧，但是如果说再重一点呢，就会显得非常的扎实了。所以说这个重量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改动。好，前面的可替换的挡板呢，左边是 KO 的版本呢，比起官方的颜色呢要更深一点。这是信号接收器，信号接收器的这个细节外观呢，其实就差异不大了，看着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然后武器特效件的通透程度呢，也是没有太大的差异，这里是做的算是比较好的一点吧。关于这个替换面罩的这个分色啊，就是眼罩的部分呢，它这个眼罩涂的不算太均匀了。然后官方的原版呢，眼罩的蓝色金属漆呢涂的很均匀，然后嘴里是涂的黑色。在肉眼状态下看呢，它黑色里面稍微有点也是起伏，就是上漆不均匀的问题。然后总的来说的话，这个精细度是够的。整个车型状态下呢，给我的感觉呢，一体性这些做的也可以，可能还是原版的设计比较好吧。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引擎盖的打开的手感。引擎盖这里打开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费力的。这一块呢，整个是用到了金属零件，然后你撬的时候呢，就是直接向上这样撬开。撬开之后可以看到引擎盖里面的涂装倒是也有给出来啊，然后它这里是有点紧，然后来看一看 Masterpiece 原版的这个打开之后呢，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打开的这个手感要好一点，毕竟这一块是塑料零件吧，它的摩擦力呢阻尼感也会调得更好，但内部的涂装是一样的。下面呢我们就直接开始进行到它的变形过程吧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把这里打开的状态下呢，把两边的这个后视镜呢给它翻进去。然后后视镜翻的这里呢，稍微感觉有点过紧哈，你看这里调的有点过紧，但是这个料子应该没事儿，它可能是上漆的原因。好，这里放进去，给它归位。接下来呢是把这两边呢给它打开，打开的时候呢可以借助工具啊，这里卡的比较紧一点，然后这里打开之后呢，整个捏住上半部分呢，上下部分呢，它这里就可以直接给它打开掉。看一下中间这里还有个卡扣哈。这里掰开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变形它的双腿了。腿部呢，先把这里打开，然后把脚尖呢给它翻下来。好，翻下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后边这里呢有个轮胎啊，这打开掉，这一片呢就可以打开。然后里面是有个滑道，滑过来，然后把这个轮胎呢就可以收纳进去。收纳进去之后呢，先翻后面这个盖子，把它盖上，然后再用外面这个盖子把它这里密合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里的步骤啊。原版的这里的阻尼感呢调得刚刚好，它两个状态下呢都会比较紧实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试一下它手感，先向上，向上这里很舒服啊，然后再向下，也不错。这个声音大家听一下，这块调的还好。然后呢，就是脚后跟呢再变形一下。好，这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注意一下腿的旋转方向哈。
这个腿是不能向外旋转的，你得向内这样旋转啊，旋转180度之后呢，一条腿就变形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两边的轮胎呢收纳到中间呢，直接这样解锁，这里解锁就完成。车门的部分呢，本身在车型状态下也可以打开，它这解锁方式呢是一边按上一边按下，这样打开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把这里给它收纳，玻璃给它收纳进来，然后呢旋转这一片呢，在变形的时候呢，它还是需要它来提供这个空间的，这样折叠到后面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车门这里呢，它是有一个凸起的，要对到下面对应的卡扣，然后你会把这个轮胎给它盖住，稍微挪动一下，然后这样放进来，这里呢车门才是变形完成。翻到另外一边呢，我们再来一次哈，这里直接旋转过来，然后把它对到里面的这个扣点上面去，这里是扣不牢的，但是就是一个定位的作用。这里呢就算是完成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上面这里稍微调整一下。接下来呢是车顶这个位置，直接这样向下，那这样一样，把这一块呢给它打开来，看车顶这里打开。打开的同时呢，后面这些卡扣呢，其实都可以给它先解锁，然后其中这个位置呢，还可以向外这样拉一点，腾出一点空间，方便后续变形。包括这个位置也是，我们提前把它腾开掉。腾开掉之后呢，我们来看到后面了，这里是有一个滑道的，把外面这个玻璃这一块呢拉下来之后呢，滑道往下滑，然后这个卡扣呢就对应到这个卡扣上面，这样卡住给它。好，这里卡住之后呢，我们的这里前半部分呢就快要变形完成了，这是它的侧面。我们看到这两只手的零件呢，直接向外拔了之后呢，旋转180度。好，然后看到它的这里是移动它的根部，把这里呢给它直接挪动出来。上面的零件呢，注意避让一下位置就好。它的手臂呢就这样，手臂给它这样变出来了。另外一面也是一样啊，手臂的变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一点。下面呢就来变形头部这个位置，直接呢把这一块啊，你看它这里是有一个这种挡板，把这里这块板子呢给它挑开。好，直接向上挑开之后呢，重新再给它盖回来，头部这里就变形完成了。然后它的肩炮呢是都有一体隐藏啊，把这个肩炮呢先翻出来，然后另外一边呢，从这个旁边呢，它这里是可以折叠一下，再这样翻出来，翻出来之后呢，把它上下合并过来。好，我们来处理这个背包，背包的部分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。先把这里呢往内，这里沿双关节往内这样活动，它这里呢就形成一个弧度了。然后我们看到里面，好，我们把这两片呢给它翻进来，然后同时呢这里还有一片，然后移动上下位置给它错开，错开之后呢，这里是要向内的啊。这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，这里也是转轴的地方呢，它处理的比较紧。好，然后呢把刚刚的这里的这个造型零件呢给它这样，这里给它扣上。另外一边给它扣上，扣上之后呢，整个背包呢，它其实就缩小的同时呢，还有一个弧度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一片呢，这里的关节呢，给它向下这样整个弯折过来，弯折过来的同时呢，来扣，这里扣到它腰部这里。好，要咔的两声，用了力之后呢，这个背包呢才能锁牢，不然的话这个背包会晃动。然后我们就最后就是把手给它翻出来就好了。这里呢直接这样翻出来，这边是手炮可以拉长，这里是本身是一个替换手炮，把手炮零件给它，好，把这里的手炮呢给它拉长。好，另外一边呢是这个直接就是手型了，然后这个替换手这里呢十分的松，它很容易掉落。你看变形的时候这里很容易掉啊，非常容易掉。把这里把它归位之后呢，给它卡回来，然后卡住之后呢，这里倒是不会再掉了。整个人形态呢就变形完成了。变形成人形态之后呢，其实乍眼看呢确实跟正版区别不大，就是它整个形准呢还有变形过程呢调的还是可以。这是右边是正版已经变好了。变好的情况呢，同样就是大家站立的时候呢，就能感受到正版呢它会晃动一下，因为这个还是要轻一点，然后它本身身高又很高嘛，然后这个重了之后呢，就它稳定性就会好一点。
我们还是拉近来看到细节哈，头部的表现呢，关节这个来测试一下，然后这里的玻璃呢，这里明显有划痕，我刚才说了，透明件它塑料用的稍微差一点，所以说就容易留下这种划痕，可能就也是中奖吧。然后就肩膀的部分，这里是没有齿轮的，向上呢齿轮比较清脆，然后原版这里在出厂的时候呢，这里它里面是做工有点失误，这里是修复了的，直接就可以把它手臂上抬，长抬到这个位置。原版是这个样子的，原版我已经修过了，然后原版的齿轮呢是这个声音，其实也挺舒服。然后这里还可以向上，这里是要自己修的，修了才行。然后 KO 这里是出来就自带了，然后手臂比较清脆啊。然后正版的手臂听不到声音，但是阻尼感其实不错的，支撑力还可以。然后顺便看一下正版的这里和腰吧。这里就处理的可以，然后这一款呢，左右有点紧，然后前后有点，前后有点拉不动了，前后怎么回事啊？前后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这里你看正版这里拉出来很方便哈，然后它的这个 KO 的版本呢，好像是，这里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不知道这里是取消掉了还是怎么样？腰部我怎么没有都动不了啊？腰部我这款腰部是动不了的，没有打开，我看一下。那腰这里有点问题，它可能是腰过紧了，大家可能后面再看一下吧。腿部的齿轮表现呢还算可以，然后侧台它腿重了之后呢，侧台我不知道长期以后支撑力度会不会有影响。然后它这里回正的时候呢，也没有正版来的那么顺滑，稍微会要辅助你，比如说抬起来之后再猛地放下去，有时候如果说你再回正到这一格呢，它会翘起来。然后正版这里呢，正版这个回正呢，它就自动就能回正，这个阻尼感调得很好。然后是膝盖这里都没有，这里直接是螺丝啊，没有齿轮关节，但是也不松吧。然后接地。好，这是正版的这里的膝盖呢，它其实轻也有轻的好处啊，轻了之后呢，这里虽然是没有齿轮，但是支撑力度就能保证了。然后左右接地也是一样，左右接地前后都差不多。然后这一款的合金零件分布呢，主要是这一块整块都是合金的，这一片整个也是合金的，然后前脚掌也是合金的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款 KO 在人形状态下的把玩呢，它的边缘倒角处理的还不错，然后关节呢，其实该加强的地方都有加强，只不过呢，膝盖和脚踝呢，跟官方一样，考虑到它的重量也有所增加之后呢，其实它现在的强度的话，可能在以后呢，还是需要得到考验的。所以这款呢，我觉得它主要是手感增加重了之后呢，可能更适合一些战士的玩家吧。如果说你想天天拿在手上把玩的话呢，可能原版我觉得还是会更加适合到把玩一点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腰部这里的问题的话，看厂家后续怎么说吧，或者说是我这一款呢自己没玩到位还是怎样，这个腰反正我觉得这里关节太紧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头部的更换呢，直接把它这样拔下来就可以换成它所附带的玩具头。这个头在换上去之后呢，给人的感觉呢有点小，但是它好在呢可以一体变形吧，这个就看大家个人喜好问题了。最后呢，就是关于开路先锋的选择问题了。开始我也提到了，如果说你这个预算足够，然后呢也很重视这个玩具的手感呢，你肯定是买原版的。然后这个原版我买的价格呢是799，好像最近不知道是升了还是降了。然后现在的这款 KO 的定价呢，应该是在300多吧。300多呢，在如今的你能买到什么样的正版呢？就这个，你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代理有点混乱，花300多块钱呢，你只能买到这么大小的一个擎天柱玩具，当然这个设计是很好，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300多该有的表现吗？我不清楚啊。然后呢，关于它跟 FT 相比的话呢 ，FT 的价格好像也是有回落吧。落下来之后呢 ，FT 可能比它没有贵到多少，然后它的这个塑料这部分材料呢，肯定是比这个要好，但是呢，它在结构上面呢，就这里脚踝呢，它是用到了这个螺丝来固定，所以说脚踝前后呢偶尔会松，但是膝盖反而它又不会松。然后人形态呢 ，FT 的这个头和身体的这个力量感呢要好一点，但是
这是原来 MP 的设计里面呢，我觉得车型的表现还有整个变形的表现呢，还是要更好一点。所以说这几款的话呢，根据大家自己来取舍吧。这一款呢，它首先把玩双形态的把玩手感还是不错，然后加入的齿轮还有合金的零件呢，是它很大的亮点和卖点。但是呢，腰部这里的不太能转，然后材料上面来说的话呢，没有官方的用料那么好。所以这个是大家自己取舍的一个方面呢。我觉得如果说你想想要一个简单便宜的开路先锋玩具，还有加了铁的有点重量的这一款呢，也是可以考虑。至于腰部这一块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就看厂家后续的大货的时候吧，大家再看一下他们其他人的这些分享，这个腰到底能不能动了呢？我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啊，不知道。关于本期 KO 开路先锋的分享呢，就简单分享这里，感谢各位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Show Z Store, the best place to get your Transformers with the best price.